赖清德在磐石会说呢，核二、核三已经具备重启条件了，月底重启计划就会送给核安会来审议。那赖清德说，因为去年核三厂2号机已经停转了，所以我们已经达到非核教育的目标了。既然达到，我现在就可以重新用。这个是一种我刚讲很怪异。卓荣他有那个脑筋不清，赖清德，你那个逻辑也不清楚吧？对不对？国民党立刻回应的，我觉得还蛮好的。说你比如一个戒烟、抽烟抽了几十年，去年说戒烟了，然后今年又抽了，为什么又抽呢？因为去年我已经完成戒烟的目标了。那你这有戒吗？我是纯从，如果你真的那么反成这样子的话，那你这是搞什么呢？当然了，从国民党的立场，因为国民党一向是主张能源的多元化，就赖清德愿意做改变，国民党应该是欢迎的啦。基本上是欢迎的，总是好事嘛，总比你一意孤行，总是这个一意干到底好了哈。但是，那你就跟大家道歉嘛，说我过去10年从蔡英文开始的非核家园政策其实是错的。我昨天不是算过了吗？核一厂1年可以产100亿度电，核二厂156亿电，核三厂150-160亿度电，核四厂200到210亿度电。你先不要管核四了，已经亏3500亿投资下去，那个亏损还不知道怎么算。核一、核二、核三，对不对？150、160、310，再加上这个这个150-160，对不对？你光1度电，因此贵了起码1.5块，你就欠了2000多亿，等于2300万的人，一人欠人家1万元，刚好2300亿，你就多花这么多钱。所以常常讲说，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就看得出来。那就今天找一个人贪了这个2300亿，你觉得不得了？中油那个家伙贪了2300万，你觉得史上最贪？我现在讲的是2300亿呀，万叫亿呀，追究谁的责任？谁要负责？赖清德不应该跟大家道歉吗？然后还说，哎呀，我们已经完成非核家园，他是对民进党交代了，我们已经完成非核家园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不算，我们是重新开始，这是什么话嘛？所以呢，他说达到非核家园的目标了，我简直想不通他们的逻辑哈。对不起。然后呢，赖清德说，核电重启跟绿能并行不悖，听听看。去年5月17号，核三厂2号机停转之后，就已经达到非核家园的目标。非核家园政策是否转弯，总统不认，因为现在政策是要向前看。我们就是希望台湾国家能够更有韧性，经济产业可以持续发展，那社会呢也可以繁荣进步，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意思就是为了经济发展，能源政策势必得调整。毕竟现阶段不缺电，不保证以后不缺。目前核二跟核三厂的重启计划，卓荣泰说预计27号就会送到核安会，接下来就是一系列审查。若重启可行，核三最快2028年就会并入电网。至于核二，落在2030年。对于台湾电力提供，估计至少增加约1成。我们相信，在高度的需求共识底下，那么核安会是依照程序，我希望它能够在程序当中有效率的来完成。2030年有可能吗？这个要问核安会的委员。院长这样算是背离。核电重启时间，卓荣泰不说死，因为赖政府也强调重启核能有3条件，其中一项就是社会有共识。核二厂所在的新北市是否对此就表示，中央仍需提出完整长期的能源政策，让社会清楚未来方向。而屏东县长周春米对于县内的核三重启，那地方上这边的诉求就是说安全、安全再安全。那当然，赖总统也提到核废料何去何从，我想这些都需要充分的一些资讯来做一些决定的一个判断。但据悉，重启核三所需要的燃料棒，台电已规划年底你先采购，因为这样才能配合2028的重启时程。其实没有人反对绿能了就是希望能源多元化嘛。你核电你把它都废了，所以绿能取代，绿能不能取代嘛，又贵，所以赖清德说并行不悖，本来就并行不悖啊，谁说是有悖？是你自己说有悖啊。那另外呢，3个因素为什么赖清德重新考虑？赖清德说，第一个人工智慧需要电，第二个呢，这个因为呢这个
碳边境就是它在对国际碳的管制啦。哦，你不管就算天然气也是碳也是排啊，也是排碳啊。第三个地缘政治就打仗了，伊朗打仗哦，想不到了哦，能源现在有问题了，这是不早就跟你讲了吗？今天早就跟你讲，我在这个节目讲了多少次了？对，反核以前是因为福岛啊等等之类的，车诺比啊这个三里岛啊等等，但后来大家发觉还有更糟的那个碳的排放啊、臭氧层破洞啊、皮肤癌啊、肺腺癌啊等等，这很多嘛，那个问题更大。你还没有看到核电的坏处，你已经碳的坏处已经看到了，所以全世界才开始有很多地方，像日本福岛发生那么大的核电问题，它也重启了嘛。哦，很多欧洲哦原来是反对的，现在也开始使用了，这没有办法，很多不是没有一种发电是100%好的了，我这样讲了，它总有优点有缺点，那问题只是看你的需要嘛。哦，那所以呢，卓荣泰说什么时候启用要尊重核安委员会哦。那另外呢，经济部说呢，核电重回能源牌桌要审慎面对哦，就多元，你是多元，你什么都要有啦。万一发生危机的时候呢，你至少不要全部都遭受危险哦。另外价格也可以平均一点啊。核三，因为核三刚废嘛，所以当时有说核三你就是不是暂不废，设法赶快去检查那个设备，好的话就继续用。国外呢都可以用60年、70年，我们用个30-40年，停了很可惜嘛。而且你再用，你的折旧也折光了。只是设备的更新而已啊，所以成本会降低嘛。所以27号把核三送到这个核安会这重启计划。那如果要2028重启，年底要采购新的燃料棒，基本都是要把燃料棒急如律令赶快卖掉。你那么急干什么呢？就表示我非核家园，我就反核反到彻底，燃料棒都不要。哦，那现在再买回来，那不是多花钱吗？多花时间吗？而且没有多久以前啊。那核二、核三会比较快了，核三的重启大概需要1年半到2年，要检查那些设备啊、一些管线啊、什么机器的购买啊等等，最快2028年哦，可以给。那核二又比较久了，所以呢，最快2030年，核一可能就更久了。因为核四其实都是新的东西啊。他们说核四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实乱讲。你叫专家去评估嘛，你请国际的专家来看到底可不可以用嘛。很多设备都是最新的，3000多亿就丢在那个地方。这个期刊你怎么看？刚刚赵大哥给他看赖清德讲的这个3个这个情势改变的第2个真的是自打嘴巴。他在讲到说欧盟要买我们的这个产品，那个边境啊，他要求低碳跟零碳，这个不是我们已经讲了好几年了吗？所有的核能它就是不止价格比较低廉，它是稳定，而且它是几乎是零碳跟低碳的一个状态。结果他现在才发现吗？我们讲这么久了，到现在他突然醒来吗？现在赖清德终于还给我们这个公道了。我是去年我们核三研议公投，我是经济委员会，我是提案说明人。那时候你看民进党是怎么来打我们的？现在问题出在最严重的是在什么地方？明明是整个国际都在返回核能，全世界只有一个在反对核能的。结果10年来他都没有跟上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脚步。我请大家去看一下，你可以去 Google 这个地图，全世界都在返回的时候，只有一个民进党政府跟全世界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他像井底之蛙，他一直在造谣，他一直在误导，而且在愚民化他的支持者。所以现在变成说，现在赖清德已经知道说现在挡不住了，一定要重启核三跟核二了。可是因为他一直在愚民他民进党的支持者，现在转不过来了。你看王义川他们几个人到昨天都还在反对哦。那你这样就变成说内部，你去做所有的民调，你都看得出来，大概75%以上，甚至将近80%的民众是支持要重启核电的，还有25%是在哪里？就是那些被民进党那个被愚民的那些人嘛。那现在转不过来，这才是台湾现在最大问题。可是有2个，如果看清情势，你现在不用确实是不行了。第一个，我们的现在 AI 跟半导体，它都是吃电怪兽。经济部跟台电自己都讲过，每一年若照以前至少去年这个评估说，至少1年我们台湾的电不只是不够，它至少要增加3成那增加3%，结果现在电有增加吗？被民进党把这个核一跟核二、核三、核四废掉之后，核三废掉之后，我们100%的电被废掉17跟18，要增加3%，结果没有，废了17到18，等于少了20所以你就跟不上那个半导体跟 AI， 你没有电怎么就会有台积电？台积电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就没有晶片整个经济就很大影响。所以为了我们半导体跟 AI 的发展，本来我们就需要，现在更严重的，4年多来，你看一个乌俄战争，现在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了，对我们那个石油跟那个天然气影响那么大，整个发电都影响了，这都快断电了，石油价格一直往上冲，
那当然再赶快回过头来，要重新检讨民进党那个错误能源政策。那解方是什么？就是重启核三跟核四嘛。好，那现在更坏的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民进党这几天一直在拉扯的时候，开始有人在骂赖清德昨天又讲了一个什么三大原则。三大原则我们已经解释过好几次，那个都不是问题，好不好？他讲说核安要无虞，大家晓得吗？每一年国际都有对核电厂做评比哦，我们台湾的核1、2、3都是模范生全世界排名第5跟第6结果民进党为了要推这个废核，他们在污名化这个核电，大家晓不晓得？我们现在核2、核3停完之后，全世界都在抢我们的那个核安人才这个太离谱了！你为了你的意识形态，然后污名化核能的时候，污名化我们这些这个核安人员。另外，核废料是要有解。美国那个古立言处长 AIT 的处长不讲了好几次了吗？先发脸书，又在公开场合讲了5、6次，核废料不是问题，全世界人家都可以处理，为什么台湾不能处理？他直接讲，我们美国帮你处理。核废料怎么会是问题？核废料现在全世界怎么处理？你核电厂用完之后，先在湿式的那个储存槽先放那里，放了一段时间。我先跟大家讲，我前年还特别到核三厂要处理之前，我去看，他现在那个湿式储存槽还可以用4到5年。所以它重启以后那个都还用，然后你另外盖干式的储存槽可以用50到60年而且它那个整个技术都一直在进步，现在很多那个核废料都很值钱买回去重新提炼完之后可以再重新再发电，而且那个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怎么核废料全世界都没有问题，台湾变成有问题？第一个3个最好笑的，一直在讲社会共识，核三严厉公投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民众75比25所以民进党那少数被移民化的还停留在那古代。还转不过来的75%，理性的选民、中间选民，国民党跟民众党绝大多数都已经赞成要重启核电的东西。民进党内部大概有超过一半大概是6比4他现在是民进党少数的人，这早就是绝对多数75%的，这3个怎么会是问题？现在赖清德被民进党这些人逼到后来，昨天才讲这个3大原则，所以我做一个重要的这个结论为了我们的 AI 跟半导体，真的挡不住了。为了我这个整个地缘关系，随时可能有这个战争，甚至是两岸的紧张关系，我们都需要尽快重启这个核电。我们赶快把我们那个17%跟18%的电把它找回来。我们有稳定的电力，才有强的这个国力，才不会说物价一直在涨，然后电价一直在涨。这个道理我们都讲过很多次，那你现在为什么突然转弯了？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了，一定是美国还压力了一定美国到时候这个。你这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你现在影响半导体的发展了。另外呢，今天核电厂最主要的2个供应商，一个是西屋，一个是GE对不对？我们核1、核2、3、核4都是他们做的，那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们停了什么意思啊？全世界各地都在慢慢开始在核能在恢复嘛，那你台湾为什么要停呢？所以等一下下节我们讨论，到底美国有没有介入？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赖清德说核2、核3想要恢复了那也是民进党里面有很大的不同的声音。前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他就说，那都把人民当笨蛋说恢复就恢复了那蒋万安说回头是岸但是要为过去的政策来负责那国民党团说呢，也是应该道歉你已经错了，并没有反对你现在回头也很好嘛，但是你过去就算了吗？花了这么多钱甚至有立委说呢，包括核市场等等，花了7500亿，那就算了吗？然后呢，联合报的评论是说，这是世纪大转弯，非核一场空，代价全民扛，真的是这样子代价全民扛，只是为了他自己的理想。通常这样的，在野的时候当然是有些理念、有些理想了，做梦嘛，有梦最美。但是你当执政以后，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嘛，当家就不能闹事，而且当家要精打细算。民进党是做了在野那么久，好不容易执政了，你要想想不一样了，转换身份了，就还是把在野那套，希望执政能够落实，那最后呢就变成一场空，真的是一场空，但是代价全民要扛。我们看一下，核2厂跟核3厂具备重启的条件，感谢立法院通过了核管法。那核管法通过了之后呢，国家政府一定要依法行政。总统还为此特别感谢当初修改核管法的立法院，偏偏当初民进党立委全数反对。说走蓝白修核管法，是不是什么要帮中共攻台开后门啊？
哦，这也可以抹红了。那请问一下，当初这些乱骂的立委、抹红的立委，是不是应该都出来道歉呢？2014年的反核游行，当时以卸下党主席身份的蔡英文不缺席，而后非核家园更是他竞选总统政见。但如今赖政府抛出重启核电，也难怪过去蔡政府的政务官说重话。前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大酸，说好的社会沟通呢，为德不足啊！若早想拥抱核能，何必鬼扯什么立法院通过核管法？毕竟反核是多数民进党人的共识。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上任之后，所积极推动的绿能产业，也已经成功的取代了核1、核2、核3厂原来的发电量。刻意澄清蔡英文的政策没问题，或许总统怕被说赖蔡不合。赖清德说，因为立法院通过了核管法，不过他们去查核管法，当时表决的时候，民进党全部反对。是啊，全部反对。那赖清德现在居然引用这个法律啊，所以被人家拿来这个笑了。永平怎么看？哎呀，讲到这个议题哦，我觉得我参与台湾的政治跟评论哦，最心累的议题就是这个核电议题了啦。真的就光坐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就谈了20年以上。然后呢，反反复复。刚才我看到齐凯在上一段还讲的那样子，相当的热情啊，澎湃。哦，我真的觉得心好累哦，因为你讲那些话，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讲多少遍了哈。那当然，我的另外一个心情呢，跟刚才主持人赵先讲的一样，我也觉得说真的很乐观其成啊。觉得说还是务实，因为电真的很重要哦。我们自主性能源真的很重要，我们不要被像荷姆兹海峡一个跟我们本来没有关系的战事，现在就把我们搞得这么紧张，而且大家觉得很崩溃哦，这个也很重要。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想想看，20多年来被反核人士、被民进党不断的咒骂、羞辱、丢各种你能想象到的红的、不是红的各种可怕的帽子，丢一堆的人，大家今天走到这里，情何以堪？那这个是并没有反核的人，那长期反核的人也花了一样的精力、一样的热情，在那边骂人，在那边丢帽子，在那边上街抗议，然后太阳照还有林义雄又在那边反核公投，又全台走透透，又大家又死了多少的这个脑细胞，又耗费了怎么样的精力，那真的就一场空。那更不要讲说还浪费了国家那么多的钱。那去年哦，今天真的也很巧，今天是3月23号，就整在7个月前，8月23号，民众党发动的核3重启公投，那个时候民进党还在那边说绝对要投那个反对票，就是要反对民众党的提案。哦，让蓝白联合的说一定要支持，一定要支持。虽然去投的人压倒性的支持，但是没办法，他没有过那个高门槛的1/4呀。那好，没关系。其实我认为，不管是美国压力也好，现实需求也好，这个台海情势、地缘政治、安全考虑改变都好。你赖清德呢？你要转弯，其实你最好转弯的就是7个月前呐、因为大家可以说非核家园是蔡英文领导下的民进党的神主牌嘛。那今天民进党换人啊嘛，我来领导啊嘛，对不？那赖清德的民进党这个就不要做神主牌，那他利用公投的时候来转，当时呢就说大家。就算不要民进党说全部这个投那个赞成票，你至少让民进党的支持者开放啊，对不对？你可以讲说这个是一个科学理性的问题呀、大家凭自己的判断跟良心来投票也可以啊。你这样子才不会转到今天这么的突兀嘛，让民进党的人觉得说我跟着你跑这个车子跑了20几年，我都顺着你的轨道走，然后你一转弯，我就突然被你丢掉了、甩锅了、甩尾了。那这样子的情况呢，会让未来这个核2、核3厂，甚至我觉得核4重启能不能再重新谈呢，都会埋下一些未爆弹。我觉得他民进党的问题，即使是
遂了我们不愿意反核人的心意，但是我仍然觉得赖清德还是要处理民进党的问题。嘉义会不会觉得很意外？突然这样？当然，因为非核家园这个主张是从1986年民进党创党以来就已经列入党纲，长期以来民进党的信仰跟一个价值跟信念。所有的支持者当然都是以这个非核家园为目标哦。那这个其实，在民进党里面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今天当这个所谓核2、核3有可能重启的这个声音传出来之后，刚刚大家也说了，内部的挑战的声音就出来了，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包括说过去的这个理念是不是已经荡然无存？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林义雄先生还为了停建核4绝食公投，当时我也去参与了这个游行啊等等的这些，所以这确实对民进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价值的冲突。那只是说这个过程中，我们所坚持的这个原则就是所谓安全无虞，然后核废有解、社会共识这个3个原则，今天赖清德总统也再次重申，在这个3个原则之下。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讲到说，现在国际的油价或者是台湾所面临的稳定供电、AI 的需求等等的，这些都是大家必须要现在一起来看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执政党或是政府，本来就有义务要去提供民众一个稳定而且干净而且便宜的用电。我相信这也是对政府来讲必须要去做出的一个困难的决定。所以在信仰跟现实之间如何去取得平衡？我觉得赖清德总统是背负着我们党内的这些可能很多不同的声音，甚至很多人不谅解，那必须要做出一个务实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也可能是备而不用，毕竟我们提供了一个核电的选项在那里，核2、核3今天还要经过核安会的审议等等，有可能可以重启，但不代表一定会重启。所以这个过程还是需要社会大家共同来讨论，到底台湾的能源用电够不够，安不安全，稳不稳定，有没有需要重启。但如果有一个选项在那里，我相信大家是比较安心的，也比较会觉得说，至少在面对国际的冲击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选项。那这个就是一个务实而且负责任的做法。基本上了永核反核没有什么对错问题了。当然跟他的价值观有关，另外是整个形势嘛。所以对于坚持反核的这些朋友们我也很钦佩啊，他能够坚持他的理念嘛。但是你一旦执政以后，你要考虑的问题很大了。那甚至包括德国、法国，原来有些反核人士，现在也改变太多了。日本最清楚嘛，我们之所以核四停，是因为福岛嘛，福岛核电厂发生问题了。那现在日本都要起啦，他也没办法。日本曾经有一段时间把核都停了，结果它贸易变成逆差。你能想象日本人是贸易大国，贸易居然逆差？你的油的那个价格，油的那个输入成分，它的种类影响多大？所以这没有办法的事情。你烧炭有烧炭的问题，烧天然气有烧天然气的问题，绿能有绿能的问题，核电有核电的问题，有优劣了。所以我们才主张说，为什么就多元化，都不要占太多。但是你现在天然气占到53%了。好了，这伊朗一打仗惨了，你占太多了嘛？只要每个都是20、30、10几、20，万一一个出现问题，其他很容易来平衡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总是要平均呐，要分担风险，也分担它的成本，到底就这么简单嘛？续来再回来。好，赖清德的非核真的转弯呢，环保团体就炸锅了哈。民进党里面也有质疑了，因为讲了那么久了嘛，把它讲就是民进党就2个神主牌，一个台独，一个废核。那台独陈水扁当总统也讲，陈水扁以前台湾万万岁啊，台湾国啊，都是他讲的。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后来他就讲说台独不可能啊。陈水扁自己当总统这样讲，你当总统都不可能，那一般老百姓怎么可能？就知道说整个国际的形势，两岸的形势，你不可能做到。那反核废核也是这样原来很多国家当发生车诺比尔事件、三里岛事件、福岛事件，每一次发生重大事件，反核声音都大起来了。但事情过了以后，大家发觉那怎么办呢？你每天用电这个事实，除非你能不用电了，也不能不用电了。而且你其他发电就没有问题吗？问题可能更大，对不对？核电到底只是局部，而且事后证明那个损伤还是有局部性。但是你这个空气污染是全世界，臭氧车破洞是全世界的问题，皮肤癌啊、肺腺癌啊越来越多，马上就受害了嘛。
所以这个还有在成本，绿电多贵啊，这没有办法，很多是没有办法的事。你在做政策的选择的时候，你只好做某些牺牲，然后呢，选择那个损害最小的、利益最大的，只能这样子嘛。李文忠说应该办核能大辩论，许信良当党主席的时候办了一个两岸要不要强本西进，还是要这个大胆西进，反正有各种，那是为了两岸有个辩论了哦，所以呢说核能应该大辩论。那赖清德说3个原则必须要遵守哦，第一个就是安全审查，第二个是核安会要定核安会的办法哦。那另外呢，反正这个还有第3个是什么？第3个就是核安无虞、核废有解、社会共识3个原则，这3个原则。那好，那结果呢？因为去年823公投的时候，赖清德还出来叫大家一起投不同意。那你去年到今年这么短的时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怎么一下就变成这么大？哦，我认为还是美国了。哦，我真的认为美国。哦，那民进党的秘书长就说，前民进党秘书长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蓝营不要见猎心喜。蓝营也没有建立性，蓝营基本上，我认为蓝营的态度应该是欢迎的，对不对？总是政策转弯嘛，你走到我原来主张的路上来嘛。但是转弯就转弯了吗？都不要稍微解释一下过去怎么回事吗？你赖清德一句话说，因为去年核3厂2号机停了，就所有的核1、核2都停了，分核交已经达成了，所以那结束了。那现在一个新阶段，这不通嘛？我就讲这逻辑不通嘛。哦，你总要对过去损失了这么多，让国家损失这么多钱，然后呢，你总要做个说明，总要个解释吧。政策转弯总要说明，不能这样轻描淡写、一语带过。一语带过，不要蓝营笑你，绿营也不买单啊。绿营觉得开选了哦，那所以呢，民进党团说呢，这个赖清德是说，万一要重启，不是说现在一定要重启，万一哦，所以呢说贸然重启核电。错误解读，没有贸然重启啊，我们只是做备用而已啦哈。那另外呢，蒋万也说，那你民进党委员封杀核管法是事实嘛？所以当时民进党委员51票全部反对啊，哦。那王宏伟也说，那5个委员包括哪个？吴思瑶、吴秉叡、王定宇、哦钟嘉宾、哦范云，你们当时都说呢，这个核废料没有地方放，哦，所以反对。那现在赖清德核废料放哪里？那你们现在装死了。你们应该出来问赖清德核废料放哪里？刚刚齐凯讲得很对了，全世界有那么多核电厂，现在就是放在核电厂下面，哦，放在湿式储存槽，然后湿式储存槽满了，放在外面的干式储存槽，就是这样子嘛。那等到将来，因为现在核电用的那个核燃料只用了一点点几%而已，将来可能还可以再提炼，可能有用哦，不是说它就变成废料，不是的哦。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民进党立委说他们被突袭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办。哦，好吧，我们看一下。警告赖清德停止核3重启程序。4个小党代表到立法院抗议，主张反对核能重启到底，确实连民进党内不少立委也感到被突袭。没有核安呐，就没有核电厂啊。社会没有共识的话，你很难去轻易启动。贸然的说，很快的去把它跳到说，民进党政府要重启核电厂。我想这个是错误的解读。身为屏东立委，反核立场鲜明，再三强调启动核能要符合3原则，铁律不变。到2032年供电无虞。那其实2032年呢，很快就到了。那一个能源的一个替补，那政府对这个整个产业的发展跟电力的供应，它必须要去做一个超前的一个部署。这个价值对民进党来讲不容易轻易去做一个改变的。都说不缺电，但不排除各种能源。毕竟去年进入非核家园，在也2025年5月修法核管法后，当时范云在社群发文，直指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在核电厂除役后要重启例子，更只请大家改把就罢。我的确说过，那到今天我在查，还是没有看到成功的这个案例。那因为就是蓝白用多数让这个法制化的空间有了，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看到的是台电在行使它的这个计划。事隔几天，亲上火线范云坐镇党团记者会，指过往新北前立委赖品妤如今社群粉专草草关闭留言。蒋万安一句，我台北市需要用电所以核3重启，你在讲什么小朋友？国民党即摆意见遐多，你想要甲拍开？你当作重启一支抛落甲击落就开了。一个个高分贝帮忙辩护，现在不尴尬吗？赖委。
这个赖清德用话就打脸这些人了，张瑞雄、王义川啊、范宁等等的哦。那我们看了赖清德讲什么？他讲得很清楚，是核2、核3哦。那前一阵子几个月前，那时候就提到类似这个问题，因为从赖清德开始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有讲说紧急情况可以启用核电。他讲的紧急情况，我前几天才去问了核安会的这个要主委，我说紧急情况是怎么样？是不要做核安，还是说核安的行程时间可以再压缩？他的回答有一点模糊，但是比较倾向于说，如果有发布紧急命令的话，核安似乎可以再把行程。国民党昨天有要求发布紧急命令，赶快用嘛。发布就赶快用嘛，否则你现在来讲的话，现在的原因为什么他做这样的一个大转弯？其实你仔细看他，其实他在选这一任总统的时候，他是想要转弯的啦，否则不会找童子贤，对不对？然后后来过程当中。中间呢、很多的这个插曲啊，然后你看到有卓荣泰，包括立委很多的现在的民进党立委还在拗什么？他说卓荣泰这样讲，他说赖总统讲的核电我们不排斥，我们可以接受新型的核能，就是 SMR。还没有开始，还没商品化，你搞什么消费？来不及了，还没商品化，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赖清德今天就很清楚的跟你讲了，核2、核3。核2、核3，他们的总发电量按照过去的数字加起来占多少？11%，11%很多11%。核2一年大概发150亿度，核3也发150到160亿度。对，就差不多占11%。这11%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一天用3000多一点点亿度，差不多3000多亿度啊。所以整个来讲，你就可以算出来说，这个如果改成用气。还是有 PM2.5，用油那更不用讲，用煤那更糟糕。那以现在来讲，中东的局势这么的紧张，赖清德丢出这个题目，我觉得应该是2个。第一个，他真的感受到我们的气可能进不来，可能会断气的危机在这里了。第二个，一定有老美的压力，我完全同意。否则的话，以他这样子的话，都跟到这个时候来了。各位，你别忘了，他这一出来讲这么清楚，就打脸卓荣泰讲的 SMR 了。不是，他不是 SMR， 就是核2、核3，核2、核3。然后这个我们的核安会讲，没有错，要经过核安的检查，时程可以快一点呢，你就不要按照那个呢。那他有讲到一个感谢立法院通过核管法。那我们就倒带一下，在核管法的表决的时候，民进党全部都反对呀。那感谢谁？要感谢蓝白的委员了，感谢你们，要感谢我们喽，是不是？那这个时候，那如果这样子，我们当然欢迎了，欢迎他回到正确的路。不要忘了，全世界都在发展核电。去年的川普在去年5月份讲什么？讲说未来几年内啊，他要他2050年。在2050年的时候，他要发展核电的能力，从现在的100个 gigawatt 要提高4倍成400个 gigawatt。美国是如此，中国大陆是如此，俄罗斯是如此，大家这样子雨露均这个好像是雨露春笋这样一座的盖起来，更重要的，他们有讲说已经停役了，除役的不可以延后的代期。美国已经改了，过去任何核电厂。它的服务年限都是40年，现在都叫60年，是加20年了，加20年了，都是加最少是20年了啊！我都记得马英九都讲过啊，马英九那时候讲说，哎呀，这个核一这样子40年就没有的话，好可惜，好像车子开了7、8年，最好开的时候就把它停掉。马英九最喜欢讲这个故事，我觉得讲得非常对，而且再一个东西。我们台电的核电管理能力，全世界刚才膝盖讲到，那是数一数二，是前5名的，前5名。你怎么对台电这么没有信心？你一直讲核安的问题，核废人家 AIT 帮你解决的，社会共识，公投有社会共识啊，统统满足了。我觉得赖清德要扛住反核的压力，顺应这个真的现在的局势 ，AI 需要用电，我们的这个中东政局威胁。需要怎么样一个预备的？再加上你也说过，紧急情况可以用核电，要开始认真的想办法取得社会更大的共识。而且我们很多核电厂都被人家挖走了，被外国挖走了。对。最早的时候，清大核工系常常是很多人第一志愿考进去哦，
我有不少同学啊学长，后来因为反核压力太大，核公司都被改名了，都被迫改名了哈。我觉得是美国就是现在你看那个高市长嘛，进美国你就知道，他现在去投资去嘛哈，投资几百亿都在哪里？都在美国的天然气跟核电。美国川普显然逼他嘛，所以他就投资在美国核电跟不是投在日本，投在美国哦，这钱投在美国几百亿美金这样啊，这是一个，所以大家就怀疑了，说我们肖美琴签那个 ART 有没有？现在内容大家搞不清楚嘛，那个里面到底有没有逼我们要买美国什么东西？啊，你比如逼你买美国的这个波音747的飞机，有没有也逼你跟美国的核电厂在合作，像 G1啦、这个西屋啊等等，那个细节有没有？他现在就不敢公布 ART 的细节啊，所以否则这个赖清德怎么可能去年8月到现在立刻就转弯了？才半年，而且转得这么大，赖清德他没有想到民进党里面会有反弹，一定会嘛？但是为什么压力到了这个地步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民进党反核人，我只问你一件事了，现在我们这个海鲲舰是柴油动力嘛？如果美国今天要卖你核子潜艇，你要不要？要不要？高兴死了！那不是核电吗？那是核子发电啊，核子动力啊。那为什么那就要呢？那这不双重标准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现在国民党各地要办初选啊。之前有人建议说不要公布时间了，也有它的道理了，因为你时间的话，可能对手就会趁虚而入嘛，那现在台中市长说呢，民进党反串，当然民进党他中央党部不好意思出来，那太丢脸了，太难看。但是呢，罢团其实罢团跟民进党也是一体两面嘛，外围嘛。罢免，但是上次要出来罢免团体，现在力挺杨琼英，奇怪了。那你罢免上次没有要罢免杨琼英吗？有啊，为什么现在出来支持杨琼英呢？所以他们判断就认为说，罢免他代表绿营，是不是现在在初选要支持一个将来民进党比较好打的候选人？你自己想，民进党如果出来呼吁你投他，会安什么好心呢？总是希望说将来你比较好打，他不会支持一个难打的候选人，因为这是国民党初选，将来蓝绿还要对决的所以呢，这个罢团现在喊力挺杨琼英。我觉得罢团不应该做的，我觉得民进党中央应该出来制止，但民进党就会讲说这跟我无关啊，我管不到啊等等。但实际上你民进党没有影响力吗？你一个政党，尤其执政党、堂堂大党，去介入别党的初选，都多丢脸的事情啊，对不对？怎么好意思呢？所以李彦秋就在他脸书解说，这什么意思啊？卢秀燕当时就希望1月就赶快完成初选，怎么搞到3月呢？搞到3月，因为8年以前就应该是江启臣的。说实话，8年以前江启臣大家都认为是江启臣。当时呢，吴敦义当党主席，那卢秀燕那时候就希望有一个初选，也合理嘛，有个初选有什么不对呢？对不对？好，吴敦义也从善如流，同意办那个初选。结果初选的结果，卢秀燕已经2通电话，那江启臣真的很有风度啊。照理讲也可以抗议说2通我们2天不算嘛。因为正式的选举如果差在什么1%之内，都还可以重新开票啊。两通电话，但江启臣说好，愿赌服输，所以大家都认为说好吧，江启臣愿意，8年以后应该是他的，就没想到现在又变了，情况又变了所以呢，李彦秋就说，比民调，民进党将让江启臣出马，就绿营会进来选一个把江启臣 out 那另外呢，国民党也担心民进党灌水民调，所以会让数据失真。因为绿营在反串因为它这个全民调所以我其实一直认为说民调就应该要排斥。绿营进来民调那个算什么呢？这能不能问呢？其实很容易，在我做民调的这个技术，几个问题就知道了哪些应该排掉，但他们现在不要，就全部大家都在一起啊。但问题在大选不会投你啊，好吧？是国民党的5都的市长都出来力挺江启臣那我看包括这个蒋万安、谢龙介、张善政李四川这个柯志恩都出来了那另外呢，这是这个台中宜兰美丽岛民调说呢，民进党的林国章是领先吴宗宪以及陈婉慧的
那这样看，如果3个人都出来，3326.7.9，如果蓝白合了，然后大家推吴宗宪、林国章35.8，吴宗宪33.6，还差一点点，差2.2，误差范围之内了，哦，33.0就2.8啊。那如果说是陈婉慧出现35.8比上26.7，哦，所以呢，看起来民进党，因为以前陈定南什么游锡堃在宜兰都当选过，所以民进党在宜兰是强的哦。那所以呢，如果说蓝白合，就算陈婉慧不选，白营的选票没有全部转给蓝营了，哦，就是吴宗宪增了6.4%，但林国章也增加2.8%，所以换句话说呢，有一部分你可能也跑到民进党那边去啊，意思是这样啊。那另外呢，所以到底该不该换党了哈？那桃园说呢，应该给国民党继续做的23.6，换成民进党30.4啊，所以有30.4人认为应该换民进党啊。那另外呢，这个最新民调，所以呢蓝白就是合的话啊，看起来呢民调也不是那么看好啊，没有说赢啊，至少反正就算平吧啊平吧。不过吴子嘉是说吴宗宪外扩能力很强。哦，因为林国章呢已经到了天花板了，而且很早就决定林国章嘛。吴宗宪到上上礼拜才决定的，而且蓝白还没有正式谈好怎么合。是，那陈婉慧就说希望1+1是大于3的哦。我们一般讲1+1大于2了，他希望不但大于2，还能够扩充。我们看一下，我参与了这一座城市关系合并到国际大都市的翻转。每一刻，杨琼英参与其中。杨琼英找歌手周末平造势，对比同党对手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则是在西屯、南屯区举办户外市民见面会，连战次子连胜武也现身支持。台中是代表台湾，也是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长官，很深的期望期许了。可以站上国际舞台，又可以蹲下来倾听民意的这个最佳市长参选人是谁？江启臣。蓝委国民党大咖跟县市首长几乎纷纷表态挺江启臣。国民党台中市长民调将在3月25号到3月31号举行。杨琼英跟江启臣各自和民进党参选人何新全 PK， 以及两人互比，分别占权重85%以及15%，不公布数据，只宣布结果。但在此刻却发生这一幕。前行政院副发言人曾代表民进党参选台中第3选区立委的谢子涵，在社群平台留言，只有琼英能够接棒秀燕。昔日的台中霸团也鼓吹要支持杨琼英，还说反对罗廷伟就不能支持杨琼英吗？不过最后的托育顺心补助暖心，用字遣词都已经表明，其实挺的是何新纯。旗舰城市，这是最棒的城市。我们可以不用是首都，但是我们要是台湾最棒的城市。台中蓝营大混战进入最后倒数时刻，霸团此刻插一脚，影响力还剩多少？来，嘉宇，民进党到底有没有介入人家初选呢？民进党没有办法介入初选啦，因为就像当初民进党台南这个，大家也都觉得国民党是不是要介入？说实话，这个电话在民众的手中哦，民众很难去操作的。那只是说，对国民党来讲，最大的伤是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个。主席好像都对于不管像地方上的这个首长的这个初选的制度，好像都没有办法去做协调，导致杨琼英、江启臣这个闹剧越演越烈，然后底下的分裂，这个才是大家最在意的。赵大哥知道怎么排例哦？等一下还要请教一下。那个蓝白合在嘉义市推动还算蛮顺利的，像我昨天办这个庙口开讲啊，这个台南市长的这个谢龙介就来了，我们就两边就真的蓝白合非常的顺利。嘉义市的张启凯跟台南市的这个谢龙介就合在一起，然后蔡正也他最要注意嘛，他也拍了这个影片来，我们希望尽快可以完成初选。其实我倒觉得像台中这一局啊，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有一定的格局跟高度，我觉得其实未来我还是觉得很乐观哈。那我不觉得说那个琼英这次这样的状态，其实就会造成台中这边的蓝营分裂。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宜兰现在虽然说蓝白合起来还略输民进党，可能还在很初期阶段啊。后续我觉得宜兰还